大家好，我是兔老师。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神角色推荐榜的 1.1 版本。榜单收录了原神全部的角色，包括新出的公子达达利亚和迪奥娜。在主 C、副 C、辅助3个战斗位置，分为 T0 到 T3 4个梯度的强度定位。榜单仅供参考，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对手中有角色不知道强度的玩家有所帮助。主 C 是原神最重要的角色，主要的输出包括驻场输出、平 A 输出、神伤能力、爆发等等。一个好的主 C 角色会影响大部分的游戏体验，而且能提高整个队伍的上限。前期一定要把资源优先培养主 C。T0 卢老爷可立。T0 的迪鲁克可谓是版本之子，集原神最强的火元素属性和大件武器配置为一身，突破加暴击，零命可用，后续每一命都有显著提升。公认的最强角色，迪鲁克搭配一些兵系副 C 角色可以提高自身的输出上限，77、重云、凯亚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可莉小可爱作为主 C T0 唯二的存在，同样也十分强力。平 A 自带火属性反应，突破火元素伤害加成，大招配合 E 技能加重击一套爆发，伤害十分恐怖，零命可用，4命大招不再要求驻场，也可转副 C。可莉平 A 手感较差，而自身身板也脆，要多练习走 A， 配合一些巨怪辅助会有更好的输出环境。T 妖客师傅公子荧光小艾米雷泽。如果说卢老爷的火属性和双手剑是人上人，那么克勤的单手剑和雷属性就是地中地了。雷属性拉胯是常态，不过克勤的技能主十分优秀，E 技能位移，大招冷却快，平 A 手感也好，克勤的重击倍率在游戏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合理的分配体力，打出附魔重击是克勤的核心玩法之一，零命可用。再说辟邪剑法它不香吗？公子拥有双攻击模式，E 技能可以切换攻击模式，由弓箭转双刀变为范围近战攻击。公子作为稀少的水 C， 破盾快，双刀近战手感好，爆发高。双刀模式过久的话会使 E 技能 CD 过长，作为驻场主 C， 爆发时间有限制，而且不好切人。满命跟零命也比较有差距，目前公子因为没有水系圣遗物，玩法还没有开发出来，本期强度榜把他的位置暂定为 T1。明光是对命座需求比较低的4星角色，一命即可作为主 C 培养，一命后普攻转为范围伤害，因为不吃元素反应，所以明光的泛用性很高，完全不用考虑哪个本上不了。同时作为平 A 法师，宁光的攻击射程远，抽到一命后就可以当主 C 培养了。菲谢尔作为主 C 的话很吃命座，且群战无力，满命之后一跃成为最强单体持续输出角色，同时也是奥兹发射器，没有高命的菲谢尔可以作为副 C 培养，本身 E 技能属于脱手技能，很适合速切。虽然雷泽目前节奏较多，大多都是针对游戏的误伤问题，不过以目前的版本来说，雷泽依旧是最好用的4星主 C 之一，零命可用，4命质变。雷泽的雷雾混伤十分受用，而且在开放世界中，雷泽无论是清怪还是挖矿都非常好用。雷泽是一个绝对的主 C 驻场输出角色，其他位置并不适合他。T2 莫娜、女仆、秦、威迪、北斗、香菱。莫娜大招的爆发和增伤效果都十分优秀，通常是作为副 C 来增强主 C 的爆发伤害，主要作为主 C 培养的话，便宜手感一般，重击又十分吃体，E 技能属于炒粉技，伤害倍率也低。如果缺一个水系输出的话，新角色公子会是更好的选择。飞球战神诺埃尔圣遗物回收站，6命之后的女仆开大会提高基于本体防御力的攻击力，直接化身人形高达模式，输出爆炸，而且又因为自身的高防御力和回血能力，在深渊螺旋中发挥亮眼。女仆是一个全面的角色，同时又非常极端的是命座，只有在满命座之后才推荐培养为主 C， 而且相信大家背包里已经有一堆他的圣遗物了。秦作为一个辅助十分优秀，能做主 C 也是依靠重击和 E 技能蓄力的高倍率伤害。秦作为主 C 的话，推荐至少一命。温蒂是原神中最好用的辅助角色，温蒂主 C 需要高命的支持，更多的是作为辅助使用，作为主 C 需要高命和更多的资源。北斗喜欢操作的人玩的比较多，毕竟弹反机制在一些操作大神眼里就是无敌神技。北斗在操作怪和普通玩家手里上下限比较大，香菱的强度不低，锅巴和大招都非常强力，作为目前唯一的长枪角色，攻速快，重击也好用，香菱的锅巴和大招都能脱手，更适合前期过度使用，后期完美转为火系副 C。T3
妹妹重云、丽莎。T3的角色几乎不推荐作为主 C 使用，作为主 C 实在没有值得称赞的能力，因此这里只推荐了武器和圣遗物。说完了主 C， 下面是副 C 排行。副 C 的优先级弱于主 C， 但也同样重要。原神需要配合元素反应打出更高的伤害，一个好的副 C 会让主 C 的输出发生质变。T0莫娜、可莉、行修。莫娜转到副 C 之后，大招的增伤禁锢，自身平 A 即可挂水。莫娜大招的爆发同样能造成高额输出，配合高爆发的主 C 能打出核爆伤害。可莉只在4命之后推荐副 C， 一技能减防，大招放完瞬切爆发。可莉自身驻场输出能力极佳，更适合作为主 C 培养。行秋一技能的减伤和回血都十分优秀，高命之后大招配合祭礼剑覆盖率非常广，挂水效率非常高。行秋也是少数突破加攻击力的角色，技能均可脱手，伤害倍率尚可。本次把行秋放在了副 C T0也是争议比较大的。本宝男给副 C 的定位不是以伤害为主要，副 C 能在伤害不低的情况下提供高效的挂元素反应和增伤增防的辅助能力，也是尤为重要的。T1秦、温迪、奥兹发射器、锅巴发射器、众云。秦作为副 C 可以说是兼顾辅 C 和奶妈两个职业，一技能吸怪打断怪物施法，大招高额回血。秦的伤害并不低，作为副 C 可以在主 C 生存不佳的时候切出来平 A 回血。温迪在打群怪的时候，超强的聚怪能力几乎可以帮助任何主 C 打出更高更稳定的伤害，在2命和满命之后也可以降低敌人元素和物理抗性来增加队伍伤害。奥兹发射器作为副 C 十分合适，奥兹的攻击可以高频挂雷元素，小艾米大招后可以重置奥兹的存在时间，注意可以等奥兹消失的时候再放大。锅巴发射器1命后的锅巴可以降低敌人火属性抗性，注意一下锅巴的火焰喷不到较高的敌人。重云作为唯一的 B 系大剑角色，在现版本十分吃香，尤其是打火本的时候，一技能副兵在需要破水雷盾的副本中有奇效。重云的平 A 伤害倍率一般，大招冷却快，伤害高，更适合作为副 C 速切打一波爆发伤害，是一个十分推荐养成的角色，0命可用，2命减冷却。T277点赞歌、芭芭拉、砂糖、崩主、凯亚。77奶量不错，一技能可脱手，但冷却时间比较长，需要祭礼剑，挂兵效率不高。E 的伤害是每3秒触发一次，触发元素伤害的时候需要多注意一下。班尼特是最被低估的4星角色之一，班尼特大招附带回血加攻效果，1命最佳，满命火元素附魔，尤其是在现版本火属性优先的环境更是顶尖的存在，无论是组双火阵容还是深渊螺旋都是非常优选的。芭芭拉冲呀，曾经作为内鬼的芭芭拉，本次更新中改邪归正，一技能只在回血的一瞬间给乙方角色挂水，加上本身超高的奶量和挂水效率，而且已经送了2次人手1命，已经可以作为队伍常驻奶妈使用。砂糖外号小温迪，一技能击飞，大招吸怪。砂糖比较吃元素金铜，满命之后也有了较好的元素增伤能力。因为砂糖平 A 自带属性伤害，而且平 A 重击手感极佳，也有一些玩家把其当做主 C 培养。如果你喜欢砂糖，我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妹妹因为人皆可满命，本身主角光环又是尊贵的5星角色，也不是不能用。真渡海真君作为3家角色之一，凯亚一技能冷却快，大招脱手，挂兵效率高，自身也有不错的生存能力。凯亚的副 C 辅助能力比很多人想的要高得多。T3安柏、丽莎、北斗。T3的角色同样不推荐使用，不过对比主 C 比较极端的要求，这几位作为副 C 倒也尚可。安博作为唯一的火攻角色，破冰雷盾效率非常高，而且能凑双火，速度伯爵嘲粉有奇效，特殊情况下也有一定的使用意义。丽莎大招可脱手，通常是作为挂雷工具人。北斗作为副 C， 一技能弹反可以用来抵挡一些大范围伤害。最后是辅助梯度的排行，辅助的作用是增加队伍的容错率，在前期的资源分配上可以分配较少。辅助主要分为聚怪、增伤、增防的功能性辅助和奶妈2种。T0温迪、秦点赞歌77。温迪不用多吹，最好用的辅助没有之一。有温迪没温迪玩原神是2种体验。抽到温迪的玩家弹幕发一波舒服了，没有温迪的玩家弹幕来一波快复刻。班尼特一人饰演多角，大招回血和加攻，一技能冷却非常快，当火系充能工具人也非常好用。秦和77作为5星奶妈。日间
奶量补得上队伍的血航即可。T 妖莫娜、行修、砂糖、芭芭拉、吊娜。莫娜一般是作为副 C 培养，在辅助中主要还是体现在大招增伤，除了一技能有嘲粉之外，水遁状态下有敌人的情况下也会放出嘲粉小人，可以用来规避一些伤害。行修的回血和减伤，即使在没有那么高的挂水效率的情况下也是十分优秀的，主要还是体现在都是脱手技，不影响主 C 输出节奏。芭芭拉的治疗取决于自身生命值的上限，圣遗物可以选用生命值主词条，没有温迪的情况下也可以另一只砂糖用来狙怪。萝莉队型新成员，猫猫的护盾能提高驻场主 C 的生存，护盾下角色的移速增加，体力消耗减少，可以配合可莉、克勤这种频繁使用重击的角色。大招提供加奶和挂冰，作为一个奶妈和辅助足够合格。T2 女仆、岩主、重云。这3位的辅助能力都比较一般，诺埃尔回血有较高限制，岩主提升暴击有点鸡肋，重云更多的是作为辅 C。T3 凝光。凝光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请站在屏障后方。众所周知，原神是一个比较吃配置的游戏，在电脑或者手机上游戏会因为配置不足无法开高画质，玩的不少。神器网易云游戏它来了，电脑端网页直接畅玩，手机端游戏无需下载，点开即玩，摆脱硬件设备的限制，低配置也能玩，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神器。原神本质上是一个单机游戏，无需强行获取最强的角色也能有不错的游戏体验，即使是芭芭拉在高练度高圣遗物的搭配下也能有不俗的伤害。希望大家能合理搭配自己的现有角色，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欢迎3连收藏加关注，后续会更新更多更好玩的原神视频来，咱们下期再见。